本视频是由良心无节操的每日语音公众号小白测评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勇，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台手机，应该说我之前没有做过它的视频，应该是吧？对，因为大部分的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这个手机品牌我全部做过，但是唯独这一台我好像是真的没有专门为它出过一些视频，就是 HTC。也非常奇怪啊，其实 HTC 这牌子自打我开始做视频，当然我这个前期关注的时候它还是非常火的，卖的非常贵啊。当时我在高中的时候，觉得买它一台手机真的就是有点买这个苹果，现在买这个苹果、三星顶级旗舰的那个意思但是呢，后期呢，随着一些战略的转变吧，HTC 这一边呢，可以说走了一个非常大的颓势，有近几年都没有出来。从蝴蝶机之后，好像就再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这个产品出现，或者说即便有也没有形成什么这个好的销量。但是今年的这台 HTC 的 U11 有一点回光返照的意思啊。这台手机呢是没有上市的国内，而且我这台手机呢，说实话是一台工程机啊，必须是一台工程机，因为当然这不是从厂商那儿拿的，是我给这个百度做了一个体验的文章，然后从那边无意之间接触到了这个手机，所以说就沾光嘛，顺便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上手体验。我也是简单的用了2天，有一些小感受跟大家聊一聊。关于 HTC 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很多老粉丝知道的你就知道，如果要是很多就是年轻一点的朋友，比如说00后啊，关注手机圈比较小的这个小伙伴呢，可能这牌子他们在他的印象中啊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概念。你就知道 HTC 是昔日的王者，当时是绝对和苹果与三星并驾齐驱的，但是后来它着重去了 VR， 发展了虚拟现实这个领域，所以说后期在手机方面呢，可以说是成本这个研发的力量上呢大规模削减。OK， 那咱们就废话少说，今天呢就带大家简单的体验一下这个 HTC 近几年啊回光返照的这么一台，可以说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机械，也可能是 HTC 由此机来重新回归主流视野，也不是没有可能。OK， 这次的 HTC U11 呢，无论是这个网上的一些评价，还是一些测评机构来看啊，这个刚刚发布之后呢，可以说是有点就是非常意外啊，全部都是好评差不多。虽然呢这台机器呢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亮点，但是呢可能是由于之前 HTC 这机器实在是不给力啊，这个触底反弹了，所以说大家呢都给的评价呢都非常不错。首先呢这台机器在外观上呢，我个人来说不是那么喜欢啊，因为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亮点，就是普通。然后呢，主要是它有一个技术我非常喜欢，就是后边的这个水样的玻璃屏，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看啊。我这个是黑色版本啊，可能还不太明显。如果要是买蓝色啊，听说还有这个红色版本是吧？都是非常漂亮。而且呢，我也建了一个那个蓝色的真机，真的是非常好看，流光溢彩吧，一点都不为过。只要有光打在上面，这个效果特别漂亮。而且呢，它也是一个类似于4曲面的设计，只不过是这个曲率呢，并没有小米6这么高。小米6的这个曲率呢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这个内部呢，这个玻璃内部是做了一些处理，所以说感觉啊，这个光呢在上面是非常，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水一样啊，就是有点那种柔化的感觉，非常漂亮。因为它整个上面是一个大的这个弧面，这个技术非常不错至于它的屏占比啊、前面板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和这个P10也都没什么太大差别，而且 P10我觉得比它做的还窄一些呢。屏占比上呢，还有边框上呢，我觉得做的也都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而且边框上还比较宽。OK， 至于前面的这个 Home 键呢，也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改变。虽然呢，它这个不是一体的，是专门呢又做了一个开孔不过它已经做的和这个正面板几乎是齐平的这个状态，几乎是齐平了。而且这个长度呢是扁平的，和之前那个小米5呢是非常像的啊。下面呢也是3颗按键，而且是带灯的。不过呢，有一个强迫症啊，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吐槽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并不是在屏幕这个下巴的中心地方而是在稍稍
下面的地方，这个有一点点奇怪啊，这可能是内部堆叠上的一些权衡吧。还有一个这一次比较好玩的功能就是侧边的压力感应，侧边的压力感应，你没听错啊。OK， 我们来体验一下，就是你稍微的摁一下，这个力度呢是可以设置的啊，我给大家看一眼，两边呢会有一个压力的感应，可以设置成任何你想要的功能啊，我这个是直接语音助手。这一次它内部呢是搭载了百度的这个小度秘书这一套的语音识别系统。至于这个功能上呢，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就是软件功能上啊，这个压力触控呢应该算是一个软硬结合的一个功能。又到了喜闻乐见的掉粉时间了，没有赞助商，咱们就给自己打个小广告啊！如果你觉得每一期1-20分钟的视频不过瘾，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好吧，我知道这个名字直白且土气啊，但是却干货满满，不仅能在此直接收看近期的所有视频，小白我每天跟你语音聊天，新鲜的科技圈资讯，精彩的幕后花絮，这些都是少不了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小白测评，或者扫描视频中频繁闪现的二维码，你的关注就是我的动力，每天我在那等你，期待加入。这次在软件上呢，其实并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创新也好啊。当然，这个相机咱们最后再说啊。这次的相机呢是非常非常给力。从软件上呢，我在之前微博上呢跟大家说过，就是其实它对安卓的优化呢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是对于原生安卓，就是国际版，但是国内版的话呢，这个本地化的一些功能啊，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软件上啊，其实是没有MIUI或者说这个 Flyme 做得好的，就是它没有本土的厂牌，或者说华为那个，我觉得都没有那个做得好只不过是这个原生感呢更强一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设置啊，都是那种原生的感觉，非常有谷歌范儿。由于它也改动比较少。内置呢是 HTC Vive 的这个 app 呢都内置了，把这个音量开孔呢并不是做成了一个一个小格，而是一个整体的长条开孔，这个也就意味着非常非常容易被遮挡，而且即便你是这个一个一个小孔啊，也非常容易被遮挡。手上这台呢是这个 S8啊，这是今年的一个非常火的一台手机啊，这个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其实这个在创新上呢并没有做很多，但是难得在它的这个均衡上吧，这个整体这机器呢是非常均衡的，就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因为之前这 HTC 的手机呢，这毛病是比较多的，无论是这个相机方面啊，还是在这个设计方面。但是这一次它的这个5.5寸的机身呢，是电池比较小，因为这机子啊是不薄的啊，就不是很薄的，我觉得比这 S8还要厚一些，这具体的数我没有记住啊。电池呢只有是3000毫安时，对，是比较小的。让我想起了这个1+3，这个当时也是被吐槽这个电池呢是比较小。还有呢就是它前面的这个 2.5D 玻璃吧，这个 2.5D 玻璃是弧度我见过应该是最大的，这个弧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这个四边上呢，我觉得都有一点曲面屏的意思了，由于它这屏幕呢是没有曲，是玻璃曲嘛，有一点这曲面屏的意思了。这个弧度真的是非常高，所以说它后面加上前面，这个整体的感觉呢，其实和这个 S8 呢是比较像的。这个侧边上来说非常非常的圆润，拿在手里呢，真有点这个一块大肥皂的意思啊，就是一块玻璃肥皂的意思。在摄像头方面呢，这个咱们最后来说啊，是有一点点凸起的，这一点上呢让我有一些小不爽啊，但是这个凸起的程度呢是并不是太多S8 的这次的这个凸起呢，可以说几乎是没有凸起的，几乎是做平了。它这一圈啊是为了保护镜头做的一圈保护圈，你放在桌面上的时候呢，不至于直接接触屏幕，是这个。这次的相机呢是机器发布呢，直接被这个国际上非常著名的这个相机测试机构DxOMark 呢打了90分啊。这个90分什么概念呢？就是之前的手机都没有达到过这分数啊，应该说一个最高分。从这个 CMOS 的角度上来说，应该是目前拍照最棒的手机。当然，这个实际体验呢，我个人觉得可能没有我觉得 S8 呢也挺优秀的，我觉得 iPhone 7P 呢也有一些特点，即便是这个华为的 P10 Plus 呢，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只不过这个顶尖高手间的对决可能是非常非常细节的东西这个后期如果我要是再有机会接触到这台手机的量产机呢，再详细的和大家聊，因为这台手机我马上就要还回去了。相机方面，首先在功能上呢，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没有什么，可以说是目前我见到的这个最简洁的拍照界面了。可以看一下，转换，然后录像，然后拍照，
然后上面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功能，让这个整个相机呢非常的轻，非常轻量化。所以说，无论是在打开的时候，还是在拍照的时候呢，都是非常轻快的一个体验。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在相机的镜头方面呢，这次是采用了这个 Ultra Pixel 的一个全像素的相位对焦的这么一个镜头，所以说这个也是它之所以能拿到90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OK， 这次的 HTC U11的简单上手呢，好像也就差不多吧。简单和大家聊一下，因为这机器马上就要还回去了，我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上手体验。可以这么说，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创新或者是亮点，尤其是在外观 ID 上，因为目前毕竟是颜值是第一生产力嘛。但是对于 HTC 这个厂牌来说，这台机器也是难得啊，非常难得，非常均衡的一台手机，没有什么太大的短板。除了电池啊，电池有点小，我对电池还是有点要求的。我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HTC U11就是这个样子。简单的使用了几天呢，其实我对 HTC 这台手机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呢，它和这个华为 P10基本上属于同一系，或者说小米6属于同一系，就是一个水桶旗舰吧，就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当然，这个电池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也还好吧，就没有到一个大短板的这个地步。这台手机呢，我觉得应该是近期通过我的实际体验啊，是 HTC 非常有诚意的一款产品。不管是这个玻璃方面啊，还是整个手机的这个观感啊，使用的感受上，还都挺不错的，有点让我想起了这个之前的三星就是三星在没有对这个系统做本土优化的时候，现在的这 S8与这个 Note 系列呢，都会做一些本土的优化，但是 HTC 呢，可能还没有跟上。之前呢 ，HTC 的手机可以说在业界被誉为对安卓优化做得最棒的手机，但是这句话是针对于国际版的，大家可能听过这句话，不要以为这句话是针对这个大陆版本，是国际版的，因为国际版对 Google 的那一套服务呢是没有做任何限制的，但是国内呢，一些不可描述的原因，大家都懂的啊。至于购买建议呢，说实话我体验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我只是个人观点上来说一下，比较适合粉丝购买。但是呢，这台手机绝对不是充值信仰啊，像之前索尼的某一些手机，或者 HTC 自己之前的某一些手机，真的是做得不太好。这个说的直白点这手机还是非常有诚意的，这手机还是非常实在的一款机器。但是如果你不是粉丝，对 HTC 这个品牌并没有感的话呢，其实选择呢还是比较多的。毕竟4599这个价格，这个区间还是非常大的，可选择性也比较多。不过亮点也都实实在在的摆在这儿。如果你觉得够吸引你，这台手机应该不会让你太失望。除了这个视频呢，还有最重要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聊聊科技圈的趣事儿。还有就是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与我微博互动。博客馆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好了，这期视频呢就先和大家聊到爸，我在录像，我一会儿再给你打啊，好吧？我在录像，我一会儿再给你打，好吧？我现在在录像，我一会儿再给你打啊。